多亏了您的投资，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，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。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，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。这边是办公区域，那边是会客区。行啊，小苏，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。这都是您创立的，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。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您。林大姐，哎，我让您准备的。哦，不客气。徐总，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，您看看。2000万，还不少啊。小苏，哎，这个钱你拿回去吧，为什么？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。我重新给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，我占40%，你们占60%。徐总，这拿着。徐总，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，所有钱都是您出的。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多余的话不用说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回头会让律师找你们重新谈。徐总，小苏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，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。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，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。被告人郭启东，你对公诉人陈述的你的犯罪事实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。被告人郭启东，尊敬的审判长，各位审判员，我有异议，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。尊敬的审判长，由于我和许半夏、裘必正等人的私人恩怨，所以我有意报复，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，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，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，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。被告人许半夏、武建设、冯玉、裘必正、郭启东，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？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。现在由我代表5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。1996年的冬天，我们5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。出发之前，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，然后从进口吨位、运输周期、资金需求、银行规定，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做钢铁生意，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，寻求新的方法。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。我们走的每一步，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，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，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。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。
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，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。我们可以被审判，但不可以被误判。我们恳请，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，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，反思做过的事，让我们清楚地认知到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，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，将会去向何处。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，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。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。经审理查明，被告人许半夏、武建设、裘必正、冯玉、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，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，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。同时，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，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，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。无人相伴，除了哀怨和无助。人生是聚散，倔强般沮丧。浮沉起落，激昂般无常，顿挫般咿呀，磅礴般忧伤，浓烈柔弱，绯红般昏黄。天涯在身边，疼痛般香甜，无言疯癫，牺牲般亏欠，无言疯癫，牺牲般亏欠。徐总，经查，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。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，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，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。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。如果您不知情，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，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。目前就只有这2种可能性，您必须选一种。徐总，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，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，这样公司也能全盘接活。律师怎么说？律师说，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，风险会越来越大，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，所以给了我2个选项：一是选择认罪，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，以高额罚款结束，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，继续启动上市计划；二是牺牲吴建设，让他扛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，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。
知道，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，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？11个集团军，120个师啊，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，最后损失了200万人，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，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，就成了2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。吴总，我的意思是，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。吴总，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，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。再说，在钢厂合并的时候，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？其实归根结底，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，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。您是为了自己认的。您看，您在公司占25%的股份，公司活了，再加上一上市，您的股份还在啊，钱生钱啊。相反，这公司完了，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，一无所有了。吴总，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，您就提，徐总一定会答应的。是徐半夏让你来的？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。来，哎呦，吴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叫我怎么做事？今天别说是你，就是徐半夏来了，我照样不客气，滚！吴总，你再考虑一下，我们真的是滚！滚！我记得是1998年，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，结果是80%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，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。去年，在最难的时候，有50%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、销售不畅的情况，能够坚持下来、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。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。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，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。接下来，省里要改革，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。这一次是公开竞标，机会人人平等。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，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治理结构，加快技术创新，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，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，模糊又矛盾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，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？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。沈二钢的拍卖势在必行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情。你可以找人合作嘛，啊？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，把沈二钢拿下，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。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。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，这钢厂就能办的，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。
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，人浮于事，包袱沉重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。沈二刚是这样，很多像沈二刚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，早改早主动，晚改就被动，不改没有出路。吴总，这问题的确很多。哎呀，挺好个厂子，关键是管理的问题。这是企业，钢厂是企业，企业就得经营，经营你懂吗？哎，你办过企业吗？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，你们强强联手，把沈二刚办好，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？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，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。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治依据，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难免会犯错，难免会出现问题。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，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。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，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，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。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，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，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，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，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。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，理清事实的真相，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。我也一样。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，那责任在我，这是我的担当。人呐，躺下的想起来，站着的又不想躺下，窝窝囊囊一辈子，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。你自己都忘了吧？为了我们，你小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，太男人了。可是现在呀，面临的问题是，抗争还是妥协？二哥，二哥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啊！你现在也出不了什么主意了。抗争呢，它就是耗着，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？要是妥协呢，就是认罪，认了罪就能轻判。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？徐总，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？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。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，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。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，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，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。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，我不选择认罪。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，我开不了这个口。我认识吴总之前，就是一个收废钢的，
没有他，我不会有今天。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。虽说，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，走在了他的前面。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？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，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。徐总，我了解您的为人啊，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。你也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心血。但在商言商啊，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，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支援，钢厂工人的饭碗呢。吴老大牺牲了自己，保全了整个公司，不敢说是流芳百世，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，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。我和吴总、裘总，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得到了很多，但失去的更多。我们几个互相算计，互相出卖，为了做点生意，撞得头破血流。最终什么也没捞着。现在想想，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。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。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，但我不想做一个在商言商的商人。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。我要对得起5建设，要对得起自己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，来，准备好了啊！我喊1、2、3，你们喊茄子。哎，1、2、3，茄子。累。好，谢谢啊！中文说太好了，你哪儿人啊？我东北那嘎达呀。那嘎达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说的。拜拜。来，小姐，我跟你说句话。必须行了。海霞。你知道吗？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，还要上市吗？真的假的？你知道，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？大哥，你别吓唬我啊！北边那儿虽然好，遍地是黄金，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。放心，如果出了事儿，我会自己扛着。再说了，您是我们大哥，有您在，我们踏实。您一定会管我们的。老婆，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。这些日子里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，也睡不稳。想来想去，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，却唯独最对不起你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，我们常年分隔两地。
如果没有你的话，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。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，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，陪着孩子们。我五建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，却是如此愧对于你，愧对于孩子们。我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，但我希望我五建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，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。这一别也许1年、2年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珍重。吴总，我明天就去自首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除了家人，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？我没有想明白。后来想，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？还是没大想明白。你要是问我，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，我会不会想到今天？我还真想不到。我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、热情、有些仗义、一门心思想挣钱，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。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，还这么厉害。我承认，当初省2钢竞标的时候，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，还有一部分是跟你较劲。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，哪些条款不合适，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。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，这些问题我都没说，我是不敢说，说了咱们就合不成。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，一直在躲。我在躲什么呢？人要是太自私了，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。就像是卖苹果的，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边，看不见，就全卖了。可那迟早还会烂的呀。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，早认，早解决，否则就会更烂。说白了是不敢面对。
现在我轻松了。你有烂账吗？你没有烂账。记住，等我出来，你不许有烂账。徐半夏，给大哥个面子，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，干脆这个生意啊，大伙一块儿做。小许，你要非要去的话，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，不就完了吗？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，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这多不安全呐！小许啊，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？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。在这些人当中，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的。你说你人缘有多差吧？啊？我们要不来，都没人来看你。老大，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，理所应当，也应该我去认罪。小陈已经走了，这么多年，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，做的已经够多了。现在应该轮到我了。以前我一直认为，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。但其实是过不去的。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，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，怎么擦也擦不掉。一味的补偿，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。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，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。这么多年，每次都听你的，什么都听你的。但这一次，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。我陪你一起去。来份糖炒栗子。好嘞，小心烫啊！多少钱啊？5块，5块。哎呀，好嘞，团长。拿着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？那怎么办？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，我得认命。哎，你还记得吗？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，觉得天都要塌下来，然后咱俩相互打气，说春天会来。现在也一样。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。放心吧。
首先，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。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，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。但是在我心里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。徐总，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？是良心的不安。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，选中了一片滩涂，但是最终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的。干这个事情，你不得往上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，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。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，给自己一丝忏悔的机会。公司未来要上市，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，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。我觉得不管是个人、公司，还是一个大的企业，都要敢于承担责任，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。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，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。所以，我会去认罪自首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，无惧无畏，星辰生花，星火燃烧。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，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。他相信未来一天，他的梦想总会实现。后来，小孩慢慢的长大了，他的梦想实现了。但是，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，留下了伤痛的痕迹。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，但走遍世界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，坠入深渊，不得往生。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，他也成长了。他把过去折叠起来，收藏到记忆里。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，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，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，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，无妄想，也不再感到痛苦。就在这一刻，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，坦然地面对未来。
情的相遇离散，不惧过往，不问来路，不曾道过一句晚安。注定的命运多舛，不断曾经，不语将来，时间对谁也不手软。像草儿一样，风吹吹就长大了，就像花儿一样，雨停停就绽放了。时代的一束光，打在人生的海平面上，如同望远镜般照见远方的风浪。理想的一面墙，横在爱恨的对立面上，如同放大镜般折射内在的向往。四野蛮荒，牵一马离合悲欢，修罗列场，春生夏长，劫后生喜怒哀乐，梦撞勇往。时代的一束光，打在人生的海平面上，如同望远镜般照见远方的风浪。理想的一面墙，